大家好，我是 William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这是我频道的一个新的系列，我把它取名叫 William 带你看移民。我打算在这个系列当中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国内国外，不论是小红书、哔哩哔哩或者在国外的 YouTube 上面这些关于移民的视频当中，他们的视频内容究竟做得怎么样。我要声明的是呢，我所带大家看的这些视频没有任何的针对性，只是就事论事就事实进行讨论。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系列，帮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市面上的这些大 V 或者这些视频的创作者们，他们传递的信息怎么样，他们传递的理念正不正确，他们是否能给各位在移民的道路上带来正确的引导。我在之前的移民的5大提醒那期视频当中跟各位提到了，我们一旦有了移民的打算，其中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。如果你不提高关于移民的知识多学多看，你就有可能选择到不恰当的移民产品，最后影响的是你，并且这个影响会非常的长远。因为移民的确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，移民这个过程有可能会牵扯到你的个人、你的家庭、你的现在还有你的未来。所以希望大家在选择移民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慎重，一定要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移民方案。好了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先看今天的视频。你的最佳选择。好了，我来先总结一下这个视频提到的圣基茨、圣卢西亚、多米尼克、格列纳达还有安提瓜和巴布达这5个项目都是加勒比地区知名的投资移民项目。他们大体的申请方式和申请的步骤是相同的，但是这个视频当中有几个严重的事实错误。第一，根据 Visa Index 网站最新的数据，目前圣基茨免签157个国家，圣卢西亚免签145个，多米尼克免签146个，格列纳达免签143个，安提瓜和巴布达免签153个。这里面说的免签110个国家已经是几年前的数据并不是最新的数据这是第一个，这个错误不是很严重第二个，没有移民监这是错误的，因为安提瓜和巴布达首次申请护照的有效期只有5年，并不是传统的10年在第一个5年之内必须要在当地居住5天，最短第一个5年之后还要对每个申请人包括随行人员做全面的尽职调查。如果你没有满足居住5天的要求，或者尽职调查没有通过，所有的人将失去身份会导致前功尽弃。我其实在小红书2020年的11月就分享了一个客户的真实案例，
他和全家办理了安提瓜护照，但是由于疫情啊，确实无法前往安提瓜居住，满足相对应的这个护照更新的条件。但是移民局并没有给他通融，给他更新10年的护照。最后啊，更新日期只是到今年的2021年啊，他2016年办的，2021年那还是只是5年啊，因为他没有满足最低的居住要求。这个结果是非常惨的啊，也就是你花钱买了一个5年的公民权而已。好，第3个是不用解释资金来源，这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信息。因为任何一个正规的移民项目，正规的国家的移民项目都需要经过第三方严格的背景调查，因为移民局需要了解你的资金的来源和你资金匹配的年收入啊，你必须要解释清楚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违法人员提供庇护，这是一个想当然的错误啊，所谓的不用提供资金来源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前半部分的事实描述基本问题不大，但是后半部分的评价有点离谱啊，差得有点远啊。所以如果你获得移民的知识和获得的移民的信息都是这样的啊，会严重影响你的移民规划，所以各位一定要重视啊。好了，这个视频我们就评价到这儿。关于这几个投资移民加勒比5国，如果关注我们的朋友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们一直提倡完整的公民身份。所谓完整的公民身份，指的就是当我们拥有这个国家的身份，拥有这个国家的护照以后，这个只是我们移民的第一步而已啊。当我们持有了这个身份之后，我们还要考虑更长远，也就是面临着这个国家公民正常所要面临着一切的日常事务，例如新生儿的出生入籍，或者更新护照、办理税号、办理当地的电话卡啊，甚至开银行户口啊，办理国际驾照啊，办理当地的驾照啊，办理当地的身份证，办理当地的无犯罪记录等等等等。因此，在我们进行身份规划的时候，我们不但要考虑性价比，更应该考虑的更长远。否则就有可能像之前咨询我的这个客户一样，由于当初的选择欠考虑啊，最终导致现在这个后果，护照无法更新，严重的可能会因此丧失这个国籍啊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你点赞转发啊，或者你有不同的意见，也欢迎你给我留言。我是 B Bro 和 LC 移民的 William，我们下次见。